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自夺取政权以来，一直梦想着建立一个像古罗马一样的新罗马帝国。1936年，意大利侵占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，并宣布建立东非帝国。1940年6月，当英国20多万远征军败退英伦三岛后，墨索里尼认为英法在德国的打击下已不再强大，向非洲扩张的时机已经到来。在北非战场的初期战事中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墨索里尼新罗马帝国之梦的破灭？又是什么导致交战双方在广袤的沙漠中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消耗战？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沙漠中的角逐，北非战场的初期战事，主要讲的是意大利军队和英军的作战。墨索里尼是1922年在意大利夺取政权的，自那以后，他一直梦想通过占领领土，建立一个像古罗马一样的伟大新罗马帝国。他已经占领了利比亚、多尼卡尼亚半岛、厄立特里亚和艺属索马里。1936年，意大利侵占了埃塞俄比亚，当时称为阿比西尼亚，并将其并入东非帝国。德国在1939年和1940年的军事胜利，使得墨索里尼也蠢蠢欲动。他想仿效希特勒，在非洲实现自己的梦想。1940年6月，当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撤退后，墨索里尼认为英法已不再强大，他们的殖民地也将纷纷落马。他计划从利比亚沿地中海海岸进军埃及，同时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向西进攻英属索马里，两个方向结合，实现占领从德黎波里到非洲之角的大片土地的梦想。墨索里尼在非洲大陆部署了2支庞大的部队，约30万人住在利比亚，准备从西向东进攻埃及；另一路25万人住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，准备入侵英属索马里、苏丹，并从那里进攻肯尼亚、乌干达、罗德西亚，最终甚至想占领南非。在非洲大陆迎击意大利军队的是英国军队，驻埃及的由维维尔爵士指挥的5万军队，在埃及以南由普拉特爵士指挥的3个步兵营，加上苏丹国防军，共4500人。此外，防守肯尼亚的是由英国军官率领的6个非洲营。英军的坦克数量有限，只有少量装甲车，重型装备也很少。1940年7月4日，意大利军队的2个旅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，突然袭击苏丹边境城市卡萨拉。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进攻，英军采取了打了就跑的战术。尽管损失了12名士兵和7辆汽车，但意大利军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，损失了500人。同一天，义军还占领了边境小镇加拉巴特。这2个小镇的胜利让墨索里尼得意忘形，立即催促驻利比亚的陆军元帅格拉齐亚尼征服埃及。格拉齐亚尼深知贸然进攻埃及需要强大的实力，尤其是沙漠作战中的供水问题，但墨索里尼的命令无法违抗。意大利军队开始从利比亚向埃及发起进攻，但由于指挥失灵和补给中断，不得不停止进攻。英军则继续退却，进入预先构筑的阵地，准备反击。1940年12月9日，英军抓住机会转入反攻，在短短2个月内，英军推进了800多公里，击退了意大利军队。意大利军队在2战中的作战能力本就不强，英军的反攻戳破了意大利的军事泡沫。到1941年2月11日，英军进抵阿尔盖拉达以东一线，转入防御。此时，英国政府决定将部分力量转移到巴尔干，这才使得格拉齐亚尼的意大利军队免遭彻底失败。1940年至1942年间，隆美尔率领德国非洲军团与英国第8军团在北非沙漠中展开了一场传奇战事。隆美尔作战凶悍，被称为沙漠之狐，但他始终无法获得北非战场的最终胜利。1941年初，墨索里尼向希特勒求救，德国非洲军司令隆美尔和一些航空兵部队被调往利比亚。1941年3月31日，德意军队开始进攻英军，英军在2个星期内被迫撤退到埃及边境，丢弃了驻守托布鲁克的强大防线。托布鲁克是北非战场的重要补给基地，德军的占领使得他们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。然而，由于兵力不足，德军无法继续向埃及的开罗推进。沙漠作战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对抗，更是一场与环境的搏斗。高温、干燥、缺水以及频繁的沙尘暴，使得士兵们不仅要与敌人作战，还要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机械设备容易出现故障，士兵的体能和士气也受到极大考验。士兵们在炽热的阳光下行军作战，汗水混合着沙尘，呼吸困难。
补给线常常因沙尘暴而中断，水源更是成为了稀缺的战略资源。1941年夏秋，英军得到了大规模的兵力补充，而德意军队由于在苏德战场损失惨重，得不到任何补充。1941年11月18日，英军开始了十字军战士作战计划，目的是粉碎德意军队，解救托布鲁克守军。英军在2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推进了800公里，但未能彻底歼灭北非德意联军。1942年1月21日，德意军队展开反攻，推进了600公里，进入卡扎拉和比尔凯姆一线。1942年5月26日，德意联军再次对英军发起进攻，在卡扎拉会战中，隆美尔运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进攻中的力学原理，彻底打乱了英军的防御部署，赢得了胜利。6月11日，德军攻占了英军各个支撑点，导致英军陷入混乱，开始大规模撤退。6月19日，德意军队围攻托布鲁克，守军最终投降，德意军队继续向东推进。然而，1942年10月23日，盟军发起了阿拉曼战役，这场战役标志着北非战局的重大逆转，盟军逐渐掌握了主动权。北非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，在这场战争中，英军和德意军队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士兵们在酷热的沙漠中忍受着极端的环境条件，双方的伤亡惨重，战斗的残酷程度令人震撼。沙漠中的战斗，尘土飞扬，热浪滚滚，战士们在极端的环境中奋战，拼尽全力，每一场战斗都充满了惨烈的牺牲和无尽的勇气。这场战事不仅改变了北非的局势，也为整个二战的历史书写了壮烈的一章。与此同时，在东非战场，1941年初，英军开始了驱逐意大利军队的行动。经过一系列战斗，英军在1941年4月28日彻底肃清了东非的意大利军队，墨索里尼的东非帝国梦想也因此破灭。总结一下，从1940年7月4号到1942年10月22号，也就是阿拉曼战役爆发的前一天，北非初期的作战行动中，轴心国损失60万人，舰艇190艘，飞机6000余架。盟军主要是英军损失17万6千人。北非初期作战持续将近2年，盟军总体实力略强于轴心国。德国军力虽强，但主要集中在苏德战场，意大利军队实力薄弱，墨索里尼缺乏民众支持。在初期的战斗中，英军采取了打了就跑的战术，以较少的损失对抗了意大利军队。意大利军队虽然人数上占优，但在装备和后勤保障方面却相对薄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英军逐渐积累了经验，开始反攻，逐步扭转了局势。1941年，意大利军队在东非战场也遭遇了严重的挫折。英军在东非的反攻行动中，利用地形和机动性，逐步击溃了意大利的防线。意大利军队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，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挡英军的进攻，东非帝国的梦想随之破灭。与此同时，北非战场上，隆美尔的德意联军在战术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，但由于后勤补给问题和兵力不足，他们无法继续向埃及推进。英军利用这一机会加强了防御，并在阿拉曼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不仅标志着北非战局的根本性转变，也为盟军在二战中的进一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这场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轴心国在北非的扩张野心，使得德意联军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局面。此后，盟军逐步控制了北非，为1943年的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开启了对欧洲大陆的反攻序幕。回顾北非战场初期的战事，充满了激烈的战斗和复杂的战略较量。意大利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，但由于装备和后勤保障的严重不足，加上指挥失误，屡次在关键时刻陷入困境。意大利的战斗力不仅受到装备落后的制约，还因为沙漠作战的艰苦环境而进一步削弱。沙漠中的高温和缺水问题，使得士兵们不仅要与敌人作战，还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，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和压力。英军则通过灵活的战术和逐步积累的战斗经验，逐步占据了主动。面对德意联军的猛烈进攻，英军利用沙漠地形实施机动防御和快速反击，逐步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。在关键的阿拉曼战役中，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巧妙运用战略，成功打破了隆美尔的攻势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阿拉曼战役后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，进一步推进对轴心国的战略反攻。这不仅改变了北非的战局，也为欧洲战场的反攻行动奠定了基础。
盟军在北非积累的作战经验，特别是在恶劣环境下的后勤保障和战术运用，为后来的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和整个意大利战役提供了宝贵的参考。总结来看，北非战场初期的战事是二战中最为残酷和复杂的一段时期。意大利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，但由于装备和后勤问题，加上英军的顽强抵抗，最终未能实现他们的扩张梦想。反观英军，通过灵活的战术和逐步积累的经验，最终在关键战役中取得了胜利，为盟军的全面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这场战事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，更是战略智慧和意志力的比拼。北非战场的胜利为盟军最终赢得二战胜利铺平了道路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讲述，希望大家对北非战场的初期战事有更深入的了解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